夜空里，别躲在无人来访的狭小缝隙，我会守护着你。暴风眼上空的阳光，短暂的琴弦和神秘，闭上眼，生命很无力，我们谁都别放弃。我想点燃自己，然后再照亮你拥抱的鼓励，会吹散了恐惧。我生命中的你，黎明一样的你。喂，必须马上煮煮血，我很快就到。情况怎么样？唐主任，这还没开胸呢。还没开胸？电话里秦大忠不是说大出血吗？主任，这个病人情况还比较稳定，就是一个急诊夹层，可能是120那边搞错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白跑一趟。来都来了，我上台搭把手吧。CT 给我看。不用，哎呀，我也不是很累，就是昨天值了一个20线的夜班，哎，怎么着也是睡了会儿，哎，也不是太困，哎呀，你还是要上。哎呦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主任做这台手术肯定做得更稳，那就麻烦你啊。那我下班回家了。你先别走，秦大忠。这2天江百列一直值一线，都长黑眼圈了。今天让他回家休息，你顶他。让我当2助？主任，我没事的。你不是不困吗？我是不太困，就是我这手都脏了，这还得重新洗手，太麻烦了哈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刷手去。病人情况？哦，对了，秦大忠，又怎么了？今后再有这种情况，没有搞清楚病情，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不然我永远让你做2助。急诊夹层，得，现在一切状况正常。叶主任，可以开始吗？可以了。手术刀，电刀，给我个镊子。可以了。主任，急诊夹层，病人情况不好，需要立马手术。这个还没做完呢，又来了一个。不是1个，是3个。危重症患者，你120急救车直接给重病组打电话要求接诊，这符合规定啊？谁让他叫重病组的？
放心吧，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啊！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听说了啊，重病组一早上接了4个急诊夹层，忙得手忙脚乱的。谁让他爱做夹层？哎呀，叔，您不饿呀？快1点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开票还不到1个小时呢，这好票都让人给抢走。什么票啊？球票呗。还想今天能早点下来，说不定能抢着好球票。谁想到唐家玉突然发飙，做了回2注不中，简直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。哎，龙哥、白哥，怎么样？你们顺利吗？还挺顺利的。白丽啊，我下班得送我女儿去学琴，再有急诊手术。我明白。哎，你们不觉得今天有点太寸了？龙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啊，每个病人送来前，120都会打电话要求重病组接收。首诊制度加上心脏夹层又是危重症，重病组必须收，而且是来多少收多少。这像宋保德干的。不可能吧？宋主任是不会干这样的事儿的。宋主任是我师哥，对我特别好，人也特别好，这肯定就是巧合而已啊。年轻人，真想送你3个字。我来。太年轻。吃饭吧你。不可能是宋主任吧？来，坐等，来，快吃。哎，不饿。喂，刘峰，我在手术室没接到电话。你要请我吃饭？吴峰，这是你说的工作餐。嗨，看你那么累，给你补补。应该是找我有事儿，说吧。你这个人，跟那谁可真像。哎呀，就是上次跟你说人工心脏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我考虑什么呀？我不是已经拒绝你了吗？你再想想，你在科梅德也做过很多起人工心脏的手术，你很清楚这东西意味着什么，尤其是对心衰晚期那些没有移植供体的病人，人工心脏就是他们最后一道救命符。在国外，临床已经普及了，可国产的迟迟搞不出来，病人用不上，你不着急吗？我当然知道人工心脏是多么的重要，但是这个事儿太大了，我真的弄不了，别再找我了。我知道，你说过你回国是因为国内可以遇到疑难杂症机会比国外多，你只想做手术，没有搞过。哎，行了，我自己说的话我记得，你不用重复了，答案你已经知道了。那我还能吃吗？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你吃你的，敞开吃。那你这鸿门宴我真的不敢轻易。小心别烫着。哎呀，你这吃肉的习惯，这么多年也没变。这个是最惊了，我早上5点钟手术，到现在一口钟都没吃。那这些年，还有什么是没变的？都变了，你看我眼角的皱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医院的微整形手术在市里可是数一数。住嘴吧！干嘛呢？提高生意呢，完成你自己的 KPI。我就是好奇，你明明那么想回国，为什么3个月前拒绝，现在又迫不及待回来？3个月前我有不回来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你好八卦呀！这是我的隐私，我可以不跟你分享吗？那你恋爱了吗？结婚没有？是不是一个人？你能别问了吗？我吃你点东西，你看，你去干嘛呢？问的我都没胃口了。那不是？不会你真的还是一个人吧？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
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汤主任，这是台急诊，我会尽快准备好的。这台手术是我们叶主任主忙，他一会儿就到。好，知道了。江百烈，CT 还有检查结果。患者郑美棠，女，68岁，因车祸入院，神志还算清晰。她自述胸痛、呼吸不畅，从 CT 检查发现主动脉撕裂造成了夹层，其他的检查结果我们还在等。她的位置比较靠上，主动脉瓣应该可以保住，具体情况还得开胸再定。郑美棠是吗？我是唐医生，你的手术我给你做，不用紧张啊。唐医生，我丈夫他怎么样了？开车的就是她丈夫，颅脑外伤，现在还在神外抢救呢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丈夫现在在神经外科，等一会儿你手术完醒过来，他有什么情况告诉你，好吧？都是我不好，今天他人不舒服，我还让他开车，他早上就说头痛的厉害。出事前他头疼啊，他这几天心口闷，脚上还长了个白斑，也说痛。脚上长了白斑啊！麻醉来的比外科还晚啊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事儿不在科里。郑奶奶，我们开始做麻醉了啊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有话说。唐医生，替我去看看我丈夫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啊。你不用担心，先麻醉好吧，其他交给我们。你放心吧，有什么事儿神外那边会通知我们的。现在开始麻醉了啊，放松。哎，你跟唐佳瑜说是宋宝德捣的鬼，他居然没炸。没炸，一点都没炸。呵，还跟我说让我认真手术。你说奇了怪了，当初抢洛心妍的手术，他火气那么大，嘿，这回被整了，他反而怂了啊！你说这女的也够厉害的，我小腿肚子都麻了，她一天做几个夹层？兄弟们，今天又是特别充实的一天，救了5个人。没事的话，我先撤了啊！哎，你不能走！5个术后病人 ，ICU 那儿等着你盯着呢。术后病人我都看过了，很平稳。再说了，今天晚上又不是我值班，我还得陪我女儿去学琴。哎，别，万一病人有什么事儿，还得拉我回来。哦，你不，这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。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。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，但是您知道吗？还有一件事儿也高于一切。就是陪我女儿去学琴。哎，走喽！嘿，哎呦，你说这个周达啊，就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胸无大志。当初你们都争着上手术的时候，只有他说愿意放弃，说愿意留在病房啊照看病人。你说是这，所以嘛，他的家庭还在。哎，小龙，你这。你们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心外的唐佳瑜。我知道你是谁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我直说了，于江平，因为车祸在神外抢救，据说现在已经脱离危险，转回病房了。我们心外有个病人叫郑美棠，是于江平的妻子。据她的描述，我怀疑于江平很可能患有心脏疾病，所以能不能让我给他做一个检查？可以啊，把会诊单给我看一下。没有请会诊，是因为病人跟我这样说，所以没有会诊单，你怎么能看我们的病人呢？我们神外自己的病人，我们自己搞得定。请回吧。那能不能？唐主任，我们听说了，你有抢病人的爱好，但这是神外，我们崔主任说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让一下，结果。
唐佳瑜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静脉曲张的袜子，不用那么紧张。行了，什么事儿？你说你吃饭的时候精神还挺正常，几个小时怎么脑子就短路了呢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啊，你怎么这突然之间发这无名火啊？那不是被你气的吗？崔振强给我打电话说你到神外去抢病人，怎么，在自己的科室树敌还不够，还跨学科得罪人呢？我就知道，薯条三兄弟就是喜欢告状。薯条三兄弟，人家是神外3剑客，都是医院响当当的大神级人物。我跟你说，以后除非神外请会诊，否则你不要再管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真的，你别骗我。我从来不骗人。佳瑜啊，与其到处捅娄子，还不如去研究人工心脏。我说你是不是跟人工心脏磕上了？我都跟你说我不感兴趣，你赶紧去开会吧，好吗？还啰嗦是吧？你脱袜子了？记住了，千万别惹祸。对啊，在手术室我看他没反应啊，我以为他不在意呢，没想到他真去了。他这次回来，感觉性格越来越乖。你说，当年那个绯闻的事儿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这一次又见我，感觉是过不去。怎么不可能？我今天跟他吃饭，就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有没有恋爱，是不是一个人，他一下就不好了。我觉得这些年，8成他还是单身。唐主任还单身？肯定是。行了，我要去开会了，你帮我去趟神外。他如果要惹事的话，你跟老崔熟，你帮我拉拉架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是我让你帮他。他那次尊心了，知道了反而会不好。好，我正好要去神外做一个巴比妥诱导昏迷的病人，交给我吧啊！等这个病人啊脑水肿缓解了再唤醒吧，主要是注意护理方面，防止肺部的感染、褥疮。我就是怕这水肿消不下去啊，毕竟病人的基础情况太差了。先这样吧，回去吧。哎，老崔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，加强护理，防止肺部感染、褥疮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才不都说过了吗？都。啊，我说过了是吧？啊，那说过了，那就没事了，你去吧你。怎么回事啊？这跟着我干什么啊？我没跟着你，我是来看病人的。你别跟着我啊！唐主任，于江平在特5间，那间。唐主任啊，我给病人检查一下。老崔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啊，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呢吗？哦，你说。我是想问问你啊，有没有什么关于帕金森的这个新临床实验？我知道，你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去年不是在外院做了脑深部磁激术以后，他就是……别学我爸。这震颤改善了不少，但是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，得吃药控制。你放心，只要咱们医院有新的临床实验，我绝对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谁让咱们俩是哥们儿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这事除了你和我，
医院还有别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家里人，就你和刘峰了。我感动了，你把我当成你的家里人。你放心，我这人历来是守口如瓶，我这嘴。崔主任。啊，来了。唐主任，你怎么又跑到我们神外病房来了？我是跟你说，我们神外病房的病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是明知故犯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今儿必须得给刘副院长打个电话。哎，他又跑到咱们神。别着急，人刘副院长现在开会呢。病人是先出现脑梗，才发生车祸的。唐主任，你是不是把顺序给搞错了？病人是先车祸后脑梗，车祸造成骨折，脂肪颗粒进入血液循环，通过胃壁的卵圆孔进入体循环，造成脑梗，再加上颅脑外伤，我可是辛辛苦苦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，才把这个病人的生命给抢救过来。你有我清楚啊。是你把顺序搞错了。他的太太郑美堂是我的病人，据他描述，于江平在车祸前几天就出现全身难受，而且头疼非常严重。在车祸当天，他也头疼很厉害，本来不想让他开车的，所以我断定他应该是出现了脑梗，才发生了车祸。不管谁先谁后，这个事儿跟你们心外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刚才给病人做了心脏检查，发现他心脏上长了一颗肿瘤，大概率应该是粘液瘤。大家也都知道，粘液瘤通常都是良性的，可是粘液瘤的质地非常的易碎。病人每次心脏的跳动都会导致粘液瘤的碎片脱落，脱落下来的是硫酸，跟着血液进入体循环，走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，造成堵塞。所以我认为，现在粘液瘤的碎片堵在脑部，造成了个脑梗，所以是先脑梗，后车祸。唐主任，这是你的猜测而已啊。可以跟你打赌啊，谁赌输了，请对方科室的人喝咖啡。他可跟我打赌。在这儿。真的是90年瘤啊！看见了吧？粘液瘤随时可能再次化成硫酸，如果2次脑梗塞，病人的存活率就不乐观了。按理来讲，必须尽快手术，但是他刚刚做完颅脑手术，没有办法耐受我们心外必须要上的体外循环，所以他现在的病情是需要尽快手术。可是他的身体不可能尽快手术。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唐主任，我们各自想办法啊，我们随时沟通，尽可能保病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。你赌输了，明天请我们科室的人喝咖啡，我喝摩卡，双份奶油。没照 B 超之前，你怎么能确定是粘液瘤啊？很简单啊，我之前都遇到过这样的病例，先是手指出现白斑，后来发生脑梗，可是那个病人没有抢救过来，最终死了。所以今天郑伟堂一说我就怀疑了，不过最终能够确诊，是因为我听到了肿瘤铺了音。肿瘤铺落音，原来是这样。粘液瘤在心脏跳动的时候会撞击心脏壁发出声音，这你可没告诉老崔。要是告诉老崔，你就骗不着咖啡了，够狡猾的呀。叶主任，我知道今天的急诊夹层都是宋保德安排的，他派你来神外跟踪我的企图，我没有兴趣知道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们这么做真的很幼稚。我和宋主任，你误会了。手术室是高危操作，如果对麻醉医生不信任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安心做好每一台手术。所以今天我会通知你们部门的主任，从今以后，我的手术室你不用来了。可是我主攻的就是心外和神外，尤其是心外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和宋主任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今天误会和误会不重要，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你还是上其他医生的手术吧。还有，请你帮我转达宋保德，他想怎么做随他的便，但是不能做任何事情危害到我的病人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你醒了？
医生，我丈夫他……郑美堂，先别激动，听我说，你丈夫于江平的情况是，他现在心脏里面长了一颗肿瘤，这就是他脚趾出现白斑的原因。所以，因为脑梗导致了车祸。正常心脏上的肿瘤只要切除就好了，因为都是良性的。可是你丈夫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尽快手术，所以呢，要个心理准备，他2次脑梗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医生啊，我和他谈恋爱到现在没有分开过，我跟他在一起40年了，没有代沟。你救救他，别激动，请你救救他。不要太激动。喂，喂，主任，你快回来吧。又是夹层吗？不是，是外伤。120打电话给值班室，要重病组接诊。主任，秦主任让你快来，说他搞不定。我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万里那一颗心，撒手。唐主任，该上手术了。啊，知道了，你先去，我马上过来。别躲在无人来访的狭小缝隙，我会守护着你。暴风眼上哭的阳光，短暂的惊险和神秘，闭上眼，生命很无力，我们谁都别放弃。像他这样连轴转，我真怕会出事儿。劝他好几次了，让他分病人，别的组也愿意收。不就服个软吗？这几天看起来大家也能够理解，但他就是不听，还让我不能管这事儿。他就是跟宋宝德给杠上了，非赢不可。主任，没事吧？主任，哎，楼上东说下一台还是夹层，几号手术室？不用去了。怎么了？病人送来手术室的路上夹层破了，也没救过来，就差那么几步。这个主动脉夹层真的是分秒必争才行。是可惜。主任，您的手怎么？哦，没事。你回去睡会儿吧，我看您累的。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病人送过来。那哪行啊？病房还那么多病人。秦老师他们在呢，要真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呗。那也行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。白莲，哎，叶主任，你们组还有手术啊？暂时没有了。我看唐主任太累了，我让他回去睡会儿。先走了啊。哎。
哎，小佳，哎，宋主任，到我办公室，有东西给你。哎，大荣说，宋主任让我给您的。这个宋宝德，一点活路不给人留。没事没事。你好，第3诊室。唐佳宇，真的是你？我看挂号系统，我还以为是同名的病人呢，怎么来疼痛门诊了？坐吧。我来看手。手怎么了？应该是腱鞘炎吧，有点压痛，行动不便，给我打一针封闭吧。打封闭，看看。疼吗？疼。动动。最大啊！你这个过度劳损造成的，热敷，少用手，不用打封闭，过一段时间就好。不行，我今天还有手术，我必须保持手的灵活，必须要打封闭。唐主任，外科医生的手，对外科医生意味着什么？我想不用我说，你应该也很清楚吧？就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，拿自己的手冒险，值得吗？你不会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吧？不然呢？我想不到其他原因。叶主任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：一个男生从读医学院到作为一个心外科大夫，困难吗？困难。这心外是外科皇冠上的宝石，同类水平呢，在别的科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可是到了心外，还在做打杂拉钩，连缝针都轮不上，而且专业难度大，专业培训时间长，使很多人望而却步。你问我这个干嘛？一个男生都这么困难，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，那这个困难的指数是不是应该乘以2倍？不对，应该是3倍。所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排挤了。宋宝德这么做，不过是这么多年我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重演而已。在科梅德实习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认为我一定会换专业，连跟大家拉个钩都需要挤破头去争取。可是10年以后，我是那儿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之一。这些不是靠赌气挣来的。宋宝德现在排挤我，我觉得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，甚至是一个展示我自己的舞台。让安和医院所有质疑我的人能够清楚地看到，我非常能胜任这个职务，而且我可以做得更好。宋宝德要的是输赢，而我要的是尊重。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就是完成手术，这是外科的生存法则。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，是我之前的想法狭隘了。你的确挺狭隘的。其实，宋宝德排挤我，给我安排了这么多手术，倒是一件好事。这样做可以加速磨合我的团队。现在我完全知道我手下的医生他们的优缺点。要不是因为最近手术太忙了，我真的应该抽出时间请他吃顿饭，谢谢他。那再给我检查一下。这是怎么弄的？昨天一个人喝多了，不碍事儿，就是不好看。唐主任，这外科医生我见多了，可是像你这样的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？我不是不怕，我只是不希望因为我害怕，就堵住了我想去的路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进步了，只能原地踏步。聂主任，可以开单子了吗？我还赶时间。我这就给你开。哎，主任，哎，部长，郑美堂找回来了吗？情况怎么样？生命体征都很稳定，
就是情绪不太好，很担心她丈夫的情况。您和省外的人想好手术方案了吗？还没有。休息室给你留了盒饭，你快去吃一口吧。好。ICU 打电话说，怕传上 ECMO， 还没签同意书，催咱们呢。那马上跟江美蕾说一声。ECMO。不用体外循环，改用 ECMO， 也能够达到维持循环的目的。这样可以少用肝素，尽量避免病人术中术后脑出血。但是 ECMO 是一个封闭系统，用它的话，心脏不能停跳。那出血怎么办呀？加个快速输血装置，把血吸走，相当于一个心脏不停跳的手术。这是个好办法。可是，也不是很保险。但是多等1天就会增加病人2次脑梗的风险，只能冒险了。当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，省外随时介入。那就这么办吧，我怕再拖下去，到时候还有别的事情发生。我想今天晚上手术。虽然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累，可是，你在给谁打电话？周达，他对 ECMO 比较熟悉，比 ICU 的医生都强。哎，周达，干嘛呢？那这样吧，我去联系手术室，海雷，你去城外看一下病人。那我去给大家买咖啡吧。我知道，摩卡加双份奶油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呀，糖吃多了小心糖尿病。ECMO 联系好了。辛苦了。有别的事儿也尽管说话啊。今天我值2线班，如果你非不让我做手术的话，你可以让吕潇来做，他是住院医，经验可没我丰。这台手术你要想上可以上，但是今后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手术室。可以了。这台手术能不能成功，不在于肿瘤切除，而是在于病人术后能不能清醒。所以麻醉，帮我把病人血压维持在正常值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切除完毕。然后呢，今天你一定要注意，然后把这个继续交给他啊，把芯片走了。哎，百丽，主任，他给你这是什么？叶主任让我交给宋主任的。上次宋主任找他咨询病人术后疼痛管理的问题，这个病人在外地，里面都是他自己记录的用药量什么的情况。哦，是这个啊？哦，没什么，那你走吧。行，主任再见。老于，没啥。医生说，我们都脱离危险了。又回来了。看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为什么2个人能在一段婚姻里坚持40年，还这么恩爱，太不可思议了。 2个人呢，在一起生活了40年，并且还能在一场车祸里幸存，这简直就是奇迹了。这个奇迹是我创造的。对对对，都是你。对了，爷爷，
之前我想跟你道个歉，我以为你跟宋宝德你们之间……还有，在神经外科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这个嘛，这个我不好讲啊。刘峰让你去的吧？你知道是刘峰让我跟着你的。当时邱正强要给刘峰打电话。别着急，刘副院长还在开会呢。你说他在开会，后来我才觉得，一定是他让你跟踪我，不然你怎么知道刘峰的行踪啊？这可不是我说的啊，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。刘峰啊，他没有恶意，他就是关心你。我知道，他是为我好，人也很好，只是有的时候做事儿，可能他觉得我这个人是需要被拯救吧，但是事实是根本不需要。行，那以后啊，我呢就不多管闲事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说，我需要一个朋友。我现在这个时期呢，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所以很需要一个朋友。你听过一句谚语吗？这个谚语说，一个外科医生，如果只能交一个朋友的话，就必须交跟他同一个手术室的麻醉医生。所以，叶一鸣，你愿意成为我在安和医院的第一个朋友吗？你这是什么谚语啊？是你自己瞎编的吧？那行，我想想啊，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还用想吗？那勉强就算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和你做朋友。喂，好的，知道了。急诊是吗？行，马上过来。我这就过去陪啊。急诊夹层。新一轮又开始了。你手还行吗？好多了，我相信宋宝德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一会儿手术室见。手术室见。心脏粘液瘤是最常见的心脏良性肿瘤，虽说是良性的，但是长在心脏里就不能小看它了。心脏粘液瘤随着心脏的收缩和舒张而活动，它的瘤体很脆，活动时容易掉下碎片，碎片随血液循环游走全身，停在哪里就造成了哪里的器官栓塞，后果十分严重。等着鸟雀奔向田野，花间沾满蝴蝶，等着时间慢慢停歇，让你回我身边，让春雨治愈吧化掉路沿的积雪，俯下身，一瞬间才发现，推开心的窗，渺小的我送着颤抖肩膀，模糊的远方，理解了不平坦也是必然。如果还有人弹唱着吉他，紧望着他为你轻唱，跳动的心等着你啊。枯草生新芽，顽强了那些生长的力量，让零落的花在轻柔的微风中回到家。温暖的远上，如果
唱着吉他。